德丽莎大人，他们快回来了。根据格尼乌斯的信标，一共有3个人。啊，竟然这么快吗？我甚至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确实，丽塔也只是在20分钟前才刚刚来到圣弗雷亚。看来齐格菲大人的确有2个非常出色的女儿呢。接下来，只要按他们设置好的信标，使用千界一程诱使卡斯兰纳圣痕空间脱离凯文，转而隶属于您，我们就距离战胜圣痕计划和中烟更近了一步。不过，凯文是主动放弃了这个发起圣痕计划的端点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做你说的那件事。应该说，在度过了最初的暴涨阶段之后，圣痕计划已经不再需要固定的端点了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在收复地球这件事上，我们应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请放心，德丽莎大人，你应该多相信一些自己的2位侄女。看，他们真的要回来了。我们回来了，德丽莎。想不到吧，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得向你介绍。不用了，比安卡，她是斯西利亚的女儿，对吧？是的。对不起，尤兰戴尔大人，刚刚我把一个保守已久的秘密悄悄分享给了德丽莎大人。这不就是没关系啊，因为幽兰戴尔大人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勇敢嘛。他主动的告诉了你们，对吧，提安娜？那当然了，她可是天命最强的女武神啊，怎么会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？提安娜也不要小看心理层面的挑战呀。不过，既然如此，德丽莎大人，我们要不要为最强的女武神和最强的律者留出一点私人空间呢？对哦，圣弗雷亚在短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危险，所以，在我们正式召开事关今后的作战会议之前，2位提安娜，大家会很乐意为你们留出一些时间，是吧，齐格飞？比起我们的想法，他们自己想互相确认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去哪边比较好呢？喷泉那边怎么样？好啊。提安娜，这一天来得有点突然，对吧？是啊，毕竟就在不久之前，我们还在科洛斯腾的教堂前试着熟悉彼此嘛。那时候，你第一次告诉了我世界炮的故事，讲述了在你眼中使命的意义。不久之后，我知道了你像我一样，也没有8岁以前的记忆，而且在一起事故中头部受了重伤，结果以前的所有事情全都不记得了。看，我们连这种别人告诉你的原因也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我并不吃惊。提安娜，你是在顾虑我的感受吗？你知道我的回答。提安娜，齐格飞的2位女儿，她们是2个完全不同的人，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无论是以此自卑还是自傲，那都不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只是真正的凯安娜·卡斯兰娜对我而言，她是特别的存在。
这个名字曾是控制律者用以攻击我的把柄，但在律者核心的记忆中，我看到了那段历史的全貌。他是最初予以我善意的人，我从老爸那里继承了这个名字，是为了铭记他留予世间的美好，将它带给更多的人。他是我的憧憬，是我生命的起点。我很高兴，我还有机会能向他本人说出这些话。谢谢你，提安娜。谢谢。而且，就像两个希儿一样，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名字吗？那只会让大家都变得不习惯吧。而且，对于失去记忆的我来说，比安卡是一个远比 Kiana 更重要的名字。它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名字，是我最初的伙伴，甚至在我跨越七海锚定世界之前，就已经陪伴了我4年的时光。正像 Kiana 对你的陪伴一样，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是父母的孩子，更是他们自己。这就是名字的含义。它帮助我们认识自我，暗示我们未来会选择的道路。这是特斯拉博士曾经对齐格飞先生所说的话。而在那之后不久，他就把 Kiana 这个名字赋予了你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老爸给我的名字，我不可能战胜自己内心的脆弱，并最终走到今天。而且，也不只是老爸， Cecilia 妈妈、妻子、老师，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，是你们共同展现的美好，赋予了我今天的生命，赋予了我为世界上的一切美好而战的信条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就是当时隔着培养舱，愿意把自己的转基因人当作妹妹的我的姐姐。无论她的名字是 Kiana 卡斯兰娜，还是比安卡阿塔吉娜，我永远都愿意做她的妹妹，做她的家人。Kiana， 你应该知道，我已经永远失去那段记忆了。关于齐格飞先生，关于你。但重要的是未来，不是吗？不愧是你， Kiana。确实，如果像这样一直纠结在过去里，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迈开脚步去迎接新的人生、新的挑战了。有一个夜晚，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，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。有一个早晨，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，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。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，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。那么，从今往后，我就要一直这么叫了。姐姐。妹妹。
布罗尼亚、希尔，你们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慌张。我们……希尔，你先别急，事情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。究竟怎么了？天哪！从你进入圣痕空间之后，最近这半个小时，你看见雅伊了吗？